球华语模课室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核心系统分析的课程。时间很快的来到了第5周，本周的课程是物联网实作案例。我们将课程分成2个物联网应用的实例，分别是树莓拍天气站及树莓拍家庭监视系统。我们将会分成4个小节来讲授这2个主题，其中助教不但会一步步带着同学上手，也会介绍这2个实例的延伸应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这门课的助教。这节课要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实作体感温度计。讲到体感温度计，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体感温度。什么是体感温度呢？简易来说，就是反映我们人对于气温环境的改变。因为环境的气温与我们人体所感受到的温度并非绝对相等，所以我们需要体感温度来表示我们所感受到的温度。体感温度则会因为不同的湿度、风速、日照以及每个人的代谢率而有所不同。在右边这2张图，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湿度、风速让我们感受到的体感温度略有差异。上面那张图，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湿度越高，我们感受到热的程度就越高。这是因为人体在高温的情况下，出汗是人体散热的主要依靠，汗水挥发会带走热量，在湿度大的地方，水分挥发的速度受到影响，于是散热越慢，人体就会感觉到越热。下面那张图则是阐述风速的影响，越强劲的风使人感觉越寒冷，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体感温度，有别于传统温度计那么不贴切我们所感受到的温度。要做一个体感温度计，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了解其公式，所以在这个公式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得到，自制体感温度计所需的3大量测依据分别是温度、风速还有湿度。了解完了公式，我们可以开始计划我们所需用的感测器。我们选用 BM1280 温度湿度感测器，它是由 ISQL 传输协定，这点很重要，攸关我们如何使用拍来与它沟通。ISQC 是种双向的传输协定，其特点是可以跟多个 slave 同时通讯，选择它，我们可以同时与多个装置做沟通。风速感测器的部分，我们购买了一组风速传感器，以及 ADC 转换 IC ADS1113。风速传感器是将风速转换成类比电压供我们读取， ADC 则是将类比电压转换成数位讯号传至我们的 Raspberry Pi 上。在程式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选用的 BM1280 以及 ADS1113 都是 ISQC 传输协定。在撰写程式的同时，要注意它的 address 分别为 0x77 以及 0x48。再讲我们刚刚解释的公式转换成程式码执行，就可以轻易的完成体感温度计的程式撰写。现在来到我们展示实作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最左边是我们的 Raspberry Pi， 中间是我们的 BM1280， 右边是我们的风速传感器。我们将 BME 温度、湿度感
感测器透过 ADS1113将收到的类比讯号转成数位讯号。架构大概就是风速经过 ADS1113，再结合 BM280，一同以 SQC 传输协定传至我们 Raspberry Pi 上。再来是我们的操作部分，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Raspberry Pi 开机界面。我们先点开档案，找到档案位置，接着开启终端机，输入指令，移到我们刚刚的档案位置上，输入sudo Python 即可执行程式。接着输入sudo Python，再加上你的档案名称，就可以执行程式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有资料都传至到我们上的 Raspberry Pi 上。现在的温度是27.5度，湿度是75.4%，风速为0，所以我们现在体感温度是31.7度。接着我们来用吹风机来验证看看。我们可以看到，吹风机让我们的风速感测器飞快地转动，同时也降低了湿度，并提高了温度。这些环境变化清楚地显示在我们 Raspberry Pi 上面，一览无遗。我们以这次简单的体感温度计作为例子，往后我们可以结合各种资料，再进行智慧性的规划融合，像是温度控制器来因应环境来调试温度，火源侦测以及烟雾感测器来监视环境是否处于火灾的危险状况，再连接平板和手机，可以随时监控各种数据，好多的粒子数不胜数，最后再连接到云端，达到物联网的成效。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3部有关于物联网的影片，为大家展示。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coming home, Lily. Preparing the house for your return. Estimated travel time, 14 minutes.第2部是来自 D-Link 智慧管家。This is a smart home. It's just like any other home, but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our family of smart devices. Products that make your home brighter, safer, and more in tune with you.
Wi-Fi smart plugs let you control your devices from anywhere, or set easy schedules so they turn on exactly when you want them to. With a Wi-Fi motion sensor, you'll always know when something's moving at home. And our Wi-Fi cameras let you keep an eye on your home, kids, pets, or business. The My D-Link Home app lets you control them all from one place.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super simple to set up, and there are never any hidden charges or surprise fees. Home is where the smart is. 智慧第家二部是我庭们台湾中在当华电今物联信做的。网的时代，家会越来越聪明。透过中华电信智慧家庭 Smart Home 的服务，让您用轻松又方便的方式享受智慧的居家生活。中华电信智慧家庭有关怀、安心与乐活等方案供您选择。以下为您做简短的说明。关怀方案的无线摄影机可及时观看屋内状况。当家中亲人有紧急通报需求时，可以透过无线遥控器通知远端的您。安心方案除了随时随地观看家中影像外，透过无线磁簧开关、无线动作感测器与无线声音警示器，可以针对门窗开启或人体移动做告警，让您全家出门在外或在家休息时，由中华电信智慧家庭来为您守护心爱的家。乐活方案除了观看与居家安全功能外，再加上3种环境感测设备与智慧插座：无线烟雾感测器，当侦测到一定程度烟雾或热度时，即发出告警；无线瓦斯感测器，当瓦斯外泄时会发出告警；无线温湿度感测器，可以提供即时温湿度，还可以再与智慧家电进行联动，为我们营造最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无线智慧插座既可以提升用电安全，也可以帮忙节省电费。在您为家人及居家环境打造舒适安全生活时，还能节能省碳做环保，营造绿色永续环境。以上3种方案皆提供了 HD 高画质网络摄影机，搭配中华电信快又稳的网络，提供清晰的即时影像给您。无论身在何处，您都可以透过网络，从电脑或是手机、平板一手掌握家中状况。未来，中华电信智慧家庭服务还将推出更多智慧家庭设备与服务，敬请期待。您家中有亲人、宠物需要关怀吗？使用中华电信智慧家庭就对了。中华电信智慧家庭 Smart Home， 家尽在掌握。最后，相信我们各位于物联网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共创物联网美好的未来。这2堂课中只是树莓派针对天气站的简易应用。那么接下来轮到各位同学想一想，除了做上述的这些应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感测器做哪一些的应用？欢迎同学在讨论区与我们做讨论跟分享。